库尔斯克会战是1943年苏联红军与德国法西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从战地规模而言，它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而就其意义而言，正像希特勒本人在写给当时德军将领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这次对苏战争的成败可能将取决于库尔斯克会战的结果。1943年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乘胜进攻，收复大量失地。但德军在溃败的同时，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斯坦因元帅也开始计划向苏军反驳，他主动放弃了一些重要据点，诱使苏军深入。苏军在不断进攻中，战线越拉越长，而德军却趁机完成了兵力的集结。为了取得战役的胜利，德军统帅部从1943年4月起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准备，并制定了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同年7月，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南北两侧及别尔哥罗德地段和奥利尔区域，以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为主，共集结了17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和18个步兵师，配有2700辆坦克、2050架作战飞机、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总兵力达90余万人。此外，德军还大量装备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虎式保持坦克和斐迪南式强击火炮。虎式坦克装有88毫米的大口径火炮，火力十分猛烈，正面装甲厚达102毫米，具备较强的防护能力。显然，同苏军的 T-34坦克相比，德军坦克占据了相当的优势。面对德军的强大兵力，苏军集结了25个集团军，装备5600坦克和自行火炮2700架，作战飞机2.5万门，火炮和迫击炮总兵力达190余万人。然而，让德军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43年初，苏联情报机构就为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提供了德军指挥部准备发动堡垒夏季攻势的绝密情报。1943年4月12日，德国最高指挥部颁布的第6号作战命令堡垒作战计划，俄语译文已经摆到了斯大林的案头上，这比希特勒本人批阅该件的时间整整早了3天。1943年7月5日凌晨2时，库尔斯克会战以苏军的大规模炮击而宣告开始，德军决定改突袭为强攻，以坦克为先锋，大量步兵紧随其后，坦克排成楔形，以每平方公里100辆的密度实施充分。与此同时，20架德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对苏军阵地展开了疯狂的轰炸。坚守在第一道防线的苏军同德军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们凭借坦克、反坦克炮以及装满汽油的燃烧瓶给德军以迎头痛击，一时间整个战场上硝烟弥漫。7月6日清晨，德军再次发起进攻，所有各部队的正面全都是激烈的血战。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在伤亡惨重、及弹药大量消耗下，被迫放弃了进攻。在付出伤亡25000人、损毁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及200架飞机的代价后，德军激战2天，仅仅前进了6至9公里。南方集团军群的3个装甲军在损失了近200辆坦克后，继续向奥博扬方向缓慢推进。到7月6日傍晚，南北两方面的德军均突破了苏军的防线。然而，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尽管德军连续发动猛烈进攻，仍未达到完成对苏军进行合围的目的，双方陷入了焦灼状态。7月12日，库尔斯克会战的高潮上演。S 双甲军为核心的德军在普罗霍洛夫卡附近同赶来增援的苏军草原方面军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遭遇战。这一天，苏军出动约800辆坦克，德军则投入了约700辆坦克，双方在15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进行了一场坦克肉搏战。战斗打响后，苏德双方几乎是同时发动进攻。在战斗中，德军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与4号坦克的75毫米坦克炮优势明显，苏军 T-34坦克的76毫米炮在同样距离下无法对德军造成威胁，大量的苏军坦克在交战，距离比赛就被德军击毁。第3次的个头小、速度占据优势，以3辆换1辆的代价与德军装甲部队展开战斗。根据苏军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战斗，该军所属坦克军丧失了继续进攻的能力，已经将余下的坦克编入步兵部队。普罗霍罗夫卡坦克大战被认为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根据苏联历史文献记载，苏德双方分别投入了800辆和700辆坦克，但现代历史学家则倾向于高估苏军坦克数量，低估德军坦克数量。研究表明，苏军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要高于德军。此次战斗，德军取得了战术胜利，但苏军却取得了战略胜利。
苏军的防线得到了公布，为整个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在苏德展开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1943年7月，蒙哥马利指挥英国第8集团军和巴顿指挥的美国第7集团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接到这个消息后，希特勒决定放弃苏德战场的会战，将军队撤出，以保存实力为防御做准备，并且将开塞装甲军等主力部队调离了普罗霍罗夫卡地区。此后，苏军开始向德军发起进攻，率先在库尔斯克北部发起面对坦克和兵力都占优势的苏军、德军向布良斯克方向的哈根防线撤退。撤退途中，德军实行了残酷的焦土政策，苏联红军攻克了奥尼尔，并继续追击。退却中的德军解放了霍特涅斯，进入卡拉切夫。苏军在北线的进攻基本结束，战线逐步稳定了下来。南线的苏军进攻并不顺利，由于苏联红军坦克队前进很快，而步兵忙于清除被包围的德军，苏联红军的坦克部队和步兵开始脱节了。苏第1坦克集团军的第49坦克旅和第17坦克团被德军围歼，由于苏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及时赶到，避免了第1坦克集团军的全军覆灭。在德军的进攻下，苏联红军被迫后退。随后，苏第6近卫集团军的第6坦克军被德军包围，遭到全歼，双方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德军的反击虽然给苏联红军重创，但曼斯坦因却没有力量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苏联红军数量上的优势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很快就恢复了进攻。其后，德军的反攻再也没能给苏联红军造成威胁。此后，德军全面撤出哈尔科夫，退塞。他们破坏了所有公路、铁路和桥梁，污染了水源，焚烧一切农作物，毁坏了建筑物。库尔斯克会战最终于1943年8月27日以苏军的胜利宣告结束。库尔斯克会战中，德军损失兵力25万多人，损失坦克约1500辆，损失飞机1000架。苏军也为库尔斯克会战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损失兵力80万，损失坦克6000辆，损失火炮5244门，损失飞机1700架。库尔斯克会战的失利使德国永久性的丧失了战场主动权。此后，德军再也没有在欧洲东线发起有威胁的攻势，苏军开始了大规模反击。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欧洲东线的战局演变成了苏军的长途进攻，德军再也不能反击或阻止苏联红军的推进。苏联人收复了所有失地，征服了整个东欧，一路攻入德国，占领了柏林，并赢得了战争。